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。那么在上一集里面，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加拿大王国的现状，解决了经济大萧条。但在我更新这一集的时候，这个模组刚好更新，所以旧的存档就用不了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重新开一个新存档。想跟上一集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了，但大体上差不多啊。既然美国爆发了内战，我们现在是时候来进行干预讨论了。众议院提出，我们应该承认美国内战中的一个派系，并且派出志愿兵和枪支的形式向他们提供支持。这肯定会让其他派系不高兴，但如果我们袖手旁观，可能会在未来招致灾难。21天之后，我们也需要做出选择，我们要支持哪一个派系？是美利坚的正统政府呢？我们选择当然，联邦政府才是美国的唯一合法政府。看来我们很可能得在某个时候干预美国内战。然而，在我们这样做之前，我们必须做好防御准备，并尽量避免发生各种意外情况。几年前，为应对来自美国的潜在入侵，军事家规划了好几个防御计划，巩固边境以抵挡入侵，占领新英格兰和阿拉斯加以保护侧翼，便是这一份计划的大意。值此美国局势日益动荡之时，我们应该对防御计划进行更新。在完成了1号防御计划之后，选择自由党获选。几乎全部由加拿大人组成的自由党赢得了1936年大选。虽然总理无疑是个怪人，但他将继续领导加拿大走向未来。我们敏锐地察觉到了，加拿大和英国的君主关系只不过是象征的国家元首。我们既要向光复大步迈进，也要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。哪怕爱德华国王有干涉议会事务的先例，我们也仍会坚持大宪章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度。对体制的信任让我们撑过狂风骤雨，试图摧毁几代人来为国家服务的体制根本无益于稳定。我们的立法机构必须受到保护，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攻击，以免我国走上一条黑暗的道路。虽然全国大多数人都认同工团主义是我们的心腹大患，但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同样是一个问题。想要解决他们也更麻烦，自由党人很乐意在反激进主义立法中取缔他们。但一些保守党人认为和他们达成合作，对我们光复故土的终极目标并无害处。参议院是个既非加拿大亦非民主的机构，在流亡者逃到我国之后更是如此。虽然君主制本身依旧很受欢迎，但许多加拿大人在祖国之中却有在他乡之感，这当然可以理解，毕竟以流亡者为主的参议院正凌驾于法律之上。从现在开始，参议院将不能再提出有关任何支出的立法，并且只能推迟议案，无权直接否决。我们必须要让流亡者明白，他们在此只是匆匆过客。自由党政党的基本盘一直是以农业为主，但这些地区仍然难以从大萧条的影响中完全恢复过来。我们应该为这些苦苦挣扎的农民提供援助，并为一些偏远地区的新建筑提供补贴。以美国罗斯福的公平施政为蓝本，自由党的首相也提出了新政，也就是建立一套广泛的改革方案。新政要求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，以工人保护和反垄断立法形式控制企业，并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。新政还为许多因大萧条而失业的加拿大人提供了高薪工作。自由党在选举中赢得了足以组成多数党政府的席位，因此我们能够独立执政，不受左翼或右翼的干扰。协约国不仅是军事同盟，也是经济同盟。帝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开了个好头，自由党政府已经和许多成员达成协议，在相互交易资源的同时提供优惠待遇。尽管流亡者同加拿大人有着种种分歧，但我们都知道，英国人若是能光复家乡，加拿大也会变得更好，因为加拿大将再次被加拿大人所统治。虽然不愿意上战场，但爱国的加拿大人还是愿以其他方式协助流亡者，确保他们的圣战能按计划进行。加拿大议会罕见地以近乎全体同意的方式通过了青年训练法案。该法案呼吁制定一项关于国家计划，为加拿大年轻人提供职业教育，特别是在和战争有关的行业。各个党派都很高兴，因为它既能够解决青年失业问题，又能撑起加拿大需要的战争经济，而且这也是流亡者所希望的。我们完成了不可能的事，在首相的领导下，加拿大人团结更胜以往，哪怕是流亡者们也开始意识到我们为全体加拿大人做了多少好事。到了1939年6月17日，美国内战大局已定，
现在是时候正式宣布我们将干预美国内战了。加拿大正式介入美国内战，时机已至。随着美国内战结束，现在是时候等价交换了。我们干预了美国内战，胜利者现在屹立于国会山，我们的援助功不可没。作为回报，我们希望他们同意加入协约国，并帮助我们重返欧陆。虽然美国政府承认我们的帮助对他们获胜至关重要，但他们提醒我们，他们并没有主动要求我们的帮助。更重要的是，所有美国人都在专注于重建国家，在重建完成之前，他们并不想卷入我们的战争。啊，好吧。我们在这一集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发展国内的经济，并且推行自由党的政策了。在后半部分，我们加入了美国内战，希望以我们帮助美国为代价，换取美国加入协约国，但美国居然拒绝了，那我们就没办法了。不管怎么样呢，今天这集也是差不多了，我想今天也就先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。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啦，大家再见。